中美台海局势升温之际，澳大利亚为何要叫嚣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他们真的有这个实力吗？最近这几日，中美两军在台海可谓是你来我往，针锋相对。解放军与美军的军舰军机都有出动，在台海附近训练。就在中美两国在台海升温之际，一向甘做美反华先锋的澳大利亚又再次出来跳脚，在与自己并不相干的台海问题上开始做文章。近日，澳大利亚媒体《澳洲金融评论报》报道，一名澳大利亚军方的官员日前透露，需要考虑到中美两国在台海爆发冲突的可能，澳大利亚军队需要做好最坏的打算。澳大利亚政府可能会配合美国行动，为台海冲突做准备。根据报道，这名澳军机透露，澳大利亚当局实际上已经在针对台海局势做了准备工作。高层对中美若爆发战争，澳大利亚要在多大范围和多大程度上投入协助展开讨论。另一名澳军官表示，届时澳大利亚军方可能会出动潜舰、海上巡逻机、空中加油机、空中预警机和 F-18战斗机协助美军在关岛、菲律宾甚至日本的基地行动。澳媒也毫不掩饰地表示，澳大利亚此举就是为了与美国站在一起，阻止解放军发动对台湾的统一战争。至于解放军统一台湾关澳大利亚啥事儿，只能说澳大利亚是铁了心要当美国的马前卒。但问题是，澳大利亚军官嘴上说的挺唬人，到关键时刻澳军真的能派上用场吗？就有网友评论，澳大利亚人说要让军队做最坏的打算，莫非是打算全军覆没？毕竟没有比这个是更坏的打算了。在去年中澳关系恶化之际，就有网友制作了一张中澳海军军舰的对比图，这一比较就发现中国海军与澳大利亚海军的差距有多大。根据图片显示，澳大利亚海军的主力军舰仅13艘，其中包括2艘堪培拉级2栖攻击舰、3艘霍巴特级导弹驱逐舰以及8艘安扎克级导弹护卫舰。且不说和解放军与美军比，在美国极力倡导的美日印澳4国亚太联盟中，澳大利亚的军事实力也要比日本与印度都矮一头。而反观中国海军，包括055与052D 在内的导弹驱逐舰有50艘，另外3艘两栖攻击舰、8艘船坞登陆舰和2艘航空母舰，以及110艘护卫舰，加起来有170多艘，超澳海军10倍有余。有网友调侃称，中国海军军舰都足够绕澳大利亚一圈了。相比之下，澳大利亚海军过于寒酸，给美军充当打手都不一定能被美军瞧上。在这种实力的对比下，澳军官再怎么叫嚣都只是逞口舌之快。要是真的敢硬碰硬，澳军被打得全军覆没并非不可能，反而是很正常的事情。真到关键时刻，澳大利亚人还真能不惜命。多枚火箭弹从天而降，直冲美军基地，公然对美军出手，发生了什么？一向称霸的美国也有下场狼狈的一天。敬请关注本期节目，了解详情。有报道显示，近期以来，美国驻中东基地接连遭遇不明火箭弹袭击，其中一次是多枚火箭弹朝美国在伊拉克的拜莱德空军基地飞去。尽管大部分火箭弹都被拦截，但至少2枚火箭弹是突防成功了的。据悉，拜莱德空军基地对美国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该基地曾经是美空军在伊拉克行动的中心枢纽。对此，外界提出这样一个疑惑：美国此前已经开始从中东地区撤出部分军事力量，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接连遭到火箭弹的袭击？实际上，美国之所以撤军，是因为当前的局面并不乐观。倘若继续在中东地区停留，那么美国就势必要付出更多的精力来应对危机。在中东地区多待1天，就得多出1天的经费。要是以前美国是不在意这点经费，可现在美国国内疫情危机加上经济危机，都让拜登焦头烂额。为缓解危机，美国不得不从中东地区撤军，减少经费支出。当然，撤军是不得已而为之。美国其实不甘心就这么撤军，特别是美国军方坚决反对撤出中东地区，他们不愿意丢掉这来之不易的地盘。这不难理解，谁都不愿意放弃已经掌握在手中的巨大利益。如果按照美国和伊拉克方面达成的协议来看，美国撤出所有的军事力量以后，相应的军事基地就会交由伊拉克政府。所以美国后悔撤军，不仅意味着美国将在中东地区影响力下降，同时也意味着未来美国将很难获得石油利益。这些年来，美国为了实施中东战略，在该地区投入了不少人力、物力、财力，最终结果都并不理想。
例如叙利亚局面一直都有俄罗斯插手，阿富汗战争也让美军损失了不少。伊朗武器禁运以后，仍然在推进本国核事业发展。可哪怕是这样，美国也甘心就这么撤军。对于美国政府来说，在中东地区的利益要大过于损失。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最终在中东撤军的计划将会被延缓。不过话说回来，现在撤军不撤军已经不由美国说了算了，中东已经打响了反美的第一枪。就外界不少人看来，中俄美军基地接连遭遇袭击，很可能就是当地武装部队在督促美军尽快撤军。值得一提的是，伊拉克境内曾有多个武装公开警告美军，再不撤军就会遭到严厉的打击报复。如此说来，此前至少2枚火箭弹击中美军基地，或许就是当地的武装分子在用实际行动向美军展示驱赶美军撤出该地区的决心。在全球争霸的美国，竟然也会有被扫地出门的那一天，下场如此狼狈，看来属于美国的时代真的已经过去了。最新卫星照片显示，003号航母雏形，外媒认为比辽宁舰和山东舰大得多。他们还认为，除了安装有电磁弹射器以外，还会携带更新型号的飞机。敬请关注本期节目。就像冷战时期的苏联造船厂总能给欧洲带来惊讶一样，近年来中国南北2大造船厂的每一次新闻都能够震慑外军。据国外的最新的商业卫星影像显示，外媒认为中国正在上海打造的最新型的003号航母远比已经服役的辽宁舰还有山东舰等2艘航母大得多。这显示中国已经对航母的设计和建造工艺非常熟悉，已经可以打造完全满足自己的作战需求的战舰。据美国军事网站海军新闻网站报道，003型航母除了安装有中国自行研发的电磁弹射器以外，还会携带更新型号的飞机，比如歼155改进型以及空警000舰载预警机。分析指出，这应该能进一步提高解放军海军航空兵的战斗力、生存力和远洋作战能力。根据目前的卫星照片来看，003号航母的大小和美国海军的超级航母不相上下。003号几乎可以肯定不会采用核动力，而继续采用常规蒸汽动力。显然，它的飞行甲板比之前的航母要大得多，能够更加方便舰载机的调度。但只有它建成时，才能获得更加具体的数据。从卫星影像来看，003号航母的水线长度约300米，比美国福特级航母的317米短，但却比先前的航母要长。据悉，辽宁舰和山东舰长约270米。如果单以滑跃起飞甲板的长度来看，中国航母的起飞甲板长度不短，但003号需要容纳电磁弹射器，自然需要更长的甲板。此外，中国使用的歼155舰载机属于重型战斗机，其尺寸过大，调度难度要大于美法等国航母所使用的中型舰载机。而根据沈阳飞机制造厂年初发布的消息，沈阳会研发下一代隐身舰载战斗机，其尺寸将会有所缩小，从而提高载机量。如果该机进度足够快，那么显然中国海军会压低歼155的采购量。之前有传闻称歼155改进型会增加歼6的相控阵雷达系统，但如果其采购量不足，可能无法摊平研发成本，是不值得的，不如直接研发下一代舰载机。而对于现有的滑跃起飞的中国航母来说，弹射起飞将意味着战斗力的巨大升级。首先是歼155战斗机可以携带更重型的武器，并进行满载起飞。由于中国目前的2艘航母没有弹射器，将无法搭载舰载预警机空警600。空警600类似于1、2D 先进鹰眼预警机，可以大大增强中国航母战斗群的态势感知能力。分析认为，003号航母有了这款预警机，将使中国海军成为继美国还有法国之后，成为全球第3支拥有固定翼舰载预警机的海军。空警600的雷达探测范围至少超过了300公里，在距离航母前方300到400公里间，可以提供数十分钟的预警时间。如果在中国近海作战，辽宁号和山东号可以获得陆基预警机的支援，但如果出海远行，那么003号航母的作战能力就远远超过了前2艘航母。